来看看，今天小狼给大伙带来一个2024年最新这个虽然说肯定不是这两天，但是呢也挺新的这个来自于我们的 GD 大神的这么一个速通视频。这是个什么版呢？虽然说上来咱们看起来像原版一样这是恐龙快打2代，但是很多人会觉得叫恐龙快打2代肯定是对吧？咱们看起来跟1代没什么区别，区别是什么呢？区别就是咱们玩的这个版本是小的时候游戏厅的盗版。说是2代，其实就是盗版。这个盗版是什么呢？咱们可以偶尔会捡枪的话，会有这个无限枪。我不知道大伙儿懂不懂无限枪，而且吃了这个金币之后呢，咱们可以有一段的无敌时间。你看没看见？这都是这个小的时候的童年经典。我小时候玩这个版本比原版多，但是我想说，这个版本对于菜鸟来说真不简单。这个版本呢，真的是挺难的就是 BOSS 可以也不叫秒人嘛 ，BOSS 打你比原版要恶心反正总体来讲呢，当然对于大神来说，尤其是像 GD 你这作为大神，你还说啥呀？对不对？那就太简单了这个速通它比原版还要快，原版呢是18分钟多这个版本呢，它是用了17分钟多，快了1分钟多呢非常的给力。当然版本不一样，它也就不用多说。咱们呢先把自己干成40爆，对吧？先干成40爆，不用说40爆击。而且你看吃了这个之后呢，有这个无敌效果这就不用说了真是过瘾的对，你但凡捡的武器是20发的，那才是无限的；如果不是20发，就不是哇哦，直接一个雷给人炸成了，对吧？这个大眼珠子，哇哦！这个暴击就是无论是什么攻击只要你有暴击在身上，都可以暴击。其实为啥解说2代呢？原版好多人老说最近还出了一个 TAS， 用了15分钟多，不到16分钟，有机会给大家伙说一说。但是呢，先说这个版本，这个版本呢，我曾经是给大家伙讲解过，但是呢，之前的这个没有大神玩，因为毕竟是盗版游戏但是呢，盗版游戏也并不能说它不是不是经典。比如说咱们玩的这个《三国志2》，你《三国志2》的3剑圣，其实某种意义上来讲也是盗版游戏，包括什么这个火凤凰。对吧？这都是盗版游戏这个根据原游戏这个改的，而且你可以看到这里面有很多地方改的跟原版不一样，像刚才那么多小兵以及小兵的移动速度等等，包括 BOSS 的 AI BOSS 的这个智商跟咱们不一样的咋看40暴击？看伤害。如果说是玩的话，也可以下载一个插件但很多人说什么玩意儿有点像外挂，像网游似的。插件是有的，而且有的版本它都不用你下载插件，它自动就把这个插件装到游戏里的也有，它可以直接看，这个就不用解释了但是主要呢就看伤害就可以，你看伤害你打出来能打多少都一样，这2套就死。先一麦根儿，然后1、2、3、4，这大胳膊真粗可以看到后面那个方块，后面那个大方块那个土丘子。看起来像个山似的那看起来贼像外星人遗迹好，直接走。这个石头不能捡，兄弟们这个石头不能捡。很多人说小狼你净扯，那都是谣传这个石头是可以捡的不会增加游戏难度的。我想说你说的没错，那个是原版，但是呢，咱们这个恐龙快打2代，也就是咱们现在这个所谓的这个版本不行，你捡了就会变难。但是它变难了多少呢？就如果说假如这关的难度呢是100难度，你捡了这个石头就会变成101的难度，难不了太多它难在哪儿呢？难在这个 BOSS 多了点血懂的都懂开车有没有暴击伤害？那开车不行不是我在玩，这是 GD 大神，我要有这个技术我还说啥呀？看可以看到一个雷提前捡提前要炸了，然后呢赶紧一个抓，直接把4个目标全炸死。这一个炸呢是直接把6个胖子直接炸死。小的时候咱们也是这么玩的对吧？咱们也是这么玩，选择扔一个那个雷，然后跑过去，一帮胖子过来撞咱们跳过来之后，一个雷把这个胖子全炸飞了好，可以看到这个忍者武士也不能叫忍者他们很多人管这个叫刀男，可以压起身。这个地方他玩赖了我应该说他就是欺负这个 BOSS 判定点没到位。很多人都知道这一个下蹲之后要撇这个回旋镖，一般人都是跑到这个 BOSS 身后去打但是他没有，他选择跟 BOSS 重影，这个是需要极大的勇气极大的站位和手法回旋镖队长也可以回旋镖队长是那个
是那个 DC 漫画里面的一个角色啊。我记得看过那个自杀小队那个电影啊，自杀小队里面是不是也有回旋镖队长？哈哈，一个扣，当当当当，一个雷直接炸飞，恐龙快打2016，阿喵阿喵脑瓜嗡嗡的啊，前前跳 C 一个扎，捡起来，哇哦！哇哦，哇哦！好，这个音乐还会重置啊！倒数第2关噩梦，哎，他怎么你看他前武器都不是无限的？你看，这个版本真的20发子弹就是无限啊！他这个，很多人说是不是有几率的啊？我小的时候认为好像也是有几率的啊，就感觉怪怪的，为啥不是呢啊？好像不是啊，就固定的是不是？一会儿我想说，一会儿那个 boss， 一会儿 boss 死了会爆一个这个乌兹，对吧？这个 Morgan， 马云啊 ，Morgan 也是姓马的，马根，马根是马云的弟弟啊。你看马云，这个武器还48啊，这都固定的啊，48。刚才手枪无限是吧？一扣，小兵刚出来，这个小兵不用怕，这个小兵不用防啊。回来了，怀旧哥 ，OK， 飞身一摔，太狠了！如果是感觉卡表的游戏啊，一旦人只要一死，他都会出现一个的声音啊。马云龙，对，这个马云变身了叫马云龙，对吧？好。这狗皮帽子，坚壁下来的炮稳定无限，那炮我觉得也不咋厉害。我觉得什么东西什么枪无限了觉得厉害呢？这个喷子，就是那个沙干啊，霰弹枪，歇一麦根儿 ，M16A1 啊。M16A1 有的时候对于新手来说还是杀枪爽一点啊。M16就是加强版的乌兹感觉。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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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关你们觉得杀不杀肉？你们猜会不会杀肉啊？OK， 谢麦格尔。口香糖，该吃啊！这个那个不吃了，不差那点血。这个龙你没发现这个龙跟瓦龙似的吗？这个龙有多少个牙齿？它有好多牙呀，它还是玉米粒牙，它玉米粒牙大板牙，你看啊，它这个板牙真挺厉害的。我如果按照这个它正反面左边右边加一起，我严重怀疑它有40颗牙，这个明显不对啊，对吧？恐龙没有那么多牙的。好，作为高手来说，这关就是纯白送啊，老简单了，直接摔死。看看沙柚啊，谢一麦根儿，沙柚 ，TYROG， 幼体，幼体看起来贼像那个爆脸虫，对吧？像不像爆脸虫？这个异形大战铁血战士，谢一麦根儿，然后123，112转身，对吧？112转身，112转身，123下扣。这幼体都懵了啊！幼体都懵了，倒地变成一个姿势了。他说：“正常这个游戏设计我出来应该是附到别人身上我才会死，我怎么直接被打死了啊？”看一个人排名，永弹妹大于1打7，大于自来也。你分什么时期？你分什么时期？对吧？我不知道你懂不懂我说的啊？怀旧哥，我这么跟你说啊，按照我个人的理解啊，一会儿跟怀旧哥唠唠火影啊，这个完事之后啊，这个你得分什么时期，或者说最高战力。如果说是最高战力的话，是吧？如果是像现在的版本来看，是吧？也对吧？这个打辅助也就这个永代妹
能好一点，其他人都不行，因为幻术完全没有用啊，对吧？但是你要是按这个老版本来算的话，那就不一样了啊。哎，你看这个箱子为什么打了半天打不碎？但是呢，你举起来一摔就摔碎了啊！这个设计非常的实在啊，就咵嚓一下砸地上了啊！之前去哪儿了？之前家里有事儿啊，这是刚回来不？为什么说是2代？这是盗版游戏，所以说号称是2代啊。一会儿怀旧哥我给你分析，我给你分析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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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好。1打7是对不对？宇智波1打7。好。切一麦根儿。OK。死亡电梯其实并不可怕啊，最难受的是死亡图书馆，不知道大家伙有没有印象？好，捡起来，这一个炸它跟一个雷是一样的，扔过来，然后后面刷兵，他把后面那个兵直接炸死。可以看到这 GD 啊，都把这个游戏都研究透了啊，纯研究透了，真的不是跟你嘻嘻哈哈的啊。对啊，那排名咱们还是说啊，这个各式各样的时期，什么时期谁的实力。这个排名我觉得倒是很有套的，比如说1打7，在那个去抓这个鸣人的时候，对吧？然后那个时候自来也召唤那个大蛤蟆的那个肠道，把那个鼬和谁装到那个肠道里，是吧？这个倒是可以理解啊。那个时期，自来也可能不是那么强啊，可能对吧？因为他还没有发挥出真正的这个意念，最主要的是啥？仙人之体不怕幻术，你幻术对他是没有用的，无论你是，对吧？什么这个，这个叫什么？你是什么万花筒什么的没有用，幻术用处不大啊，对吧？会仙术的人就无论你是什么仙术啊，对吧？只要是会仙术，幻术就不怕。很多人说那伊邪那美呢？其实严格来讲，它并不是幻术，它是写轮眼的瞳术。大伙儿知道瞳术和幻术不一样，你好比开高达，高达就是瞳术，那它是幻术吗？不是，啊。好，可以看到，这是整个游戏对于新手来好还是高手来说最难的关。但是无论是原版还是这个2代啊，它都是一个人的话，它都是2个这个生化忍者，生化刀男，所以说可以说啊，这个没啥事儿，先秒掉一个，1、2一摔，好再扣。应该给他摔回来，起身再压，不行，伤害不行啊，这没办法啊。今晚有节目吗？这不就是节目吗？啊！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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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好 ，J Miger。OK， 摔回来，一刀。最后一关啊，最后一关。哎，这个胖子一个血一麦根打不死，心态就崩了，对不对？其实你们还不太了解日本的这个历史和日本的一些神话啊。如果你了解日本的神话，你会发现这些名字都是有出处的。天照大神就不用多说了吧啊。现在的日本这个天皇就是号称是天照大神的后代。须佐之男，大伙儿也知道啊，巴西大蛇，很多传说，民间传说，比如说辉夜姬物语，大伙儿看没看过？对吧？这个在日本的神话里面，他也是外星人，最开始他是一个小，对吧？一个小人儿，后来被收养了之后，因为长得特别漂亮啊，
啊，最后呢，他是被这个外星人给接走了啊，对吧？懂的都懂啊，这你们这都是有他这个一样的啊，很多招式都一样，包括这个伊邪那美也是啊，最开始这个他们的神话传说当中就是有一对兄妹，伊邪那岐、伊邪那美，这是兄妹俩，他俩后来结婚生下了很多日本的很多神啊，那都老多神了，对吧？这个日本神是按柱算的啊，一柱神，一柱一柱的啊。反正有了解的就了解，他这个有很多招式都是有说法，但是由于这个版本更替啊，所以说这些术都不厉害了啊，对吧？三代老了呗，巅峰时期的大土木大野木，巅峰时期大野木和老的时候大野木它也不一样啊，对不对啊？你老了很正常。那你像那个啥的濒死的那个谁，那个班都已经老成那个逼样了，那你说那班那还能打吗？对吧？这个所以说那个药师刀绘图转生出来的那个班，他是巅峰班，不是那个老年班。他把那个老年班整出来，老年班都得刻一头老血，啥也不是啊。好，当然咱们突然没事儿，这个说完了咱们再说，这唠着火影去了啊。不过一会儿我们给大伙说一说，还有一点时间。再唠10分钟呢啊！来看看最后的 BOSS， 这还是48发的无字枪啊，根本就啥也不是啊！好，这是宋小龙啊，宋小龙的第一状态，宋小龙，一会儿是宋大龙，宋大龙的双头龙，畸形啊！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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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好，这明显可以看到这是聪明绝顶啊！他这个发型比瓦龙稍微强一点啊。他比他这个龙是瓦龙嘛？他这比瓦龙还瓦龙啊！宋小龙，OK， 无字枪，滋滋冒血啊，行星跳。咔咔一个下上，漂亮啊！他是用了17分钟多啊，用了17分钟冒头就通关了，非常快。OK， 还是感谢我们的 GD 大神给大伙儿带来精彩表演。片尾的最后呢，也是感谢到收听，我们就下期再见吧。